大家好，我是牛奶。四方阁大会，萧炎玩虐凤青儿时，被其察觉到古黄血精的踪迹。凤青儿当即发难，执意要搜萧炎的身。萧炎知晓，如果被当场查出，就算是封尊者也难以保住他，但他依然答应了凤青儿用秘术搜查。萧炎敢答应，自然是有所倚仗的。果然，凤青儿什么都没查出来，最终只能铁青着脸当众给萧炎道歉。至此，萧炎与风雷阁的恩怨算是告一段落，而四方阁大会也以风雷阁保持首座之位告终。简单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风尊者便召唤出巨鹰，带着萧炎与灵焰他们离开了。只是刚离开风雷阁势力范围不久，萧炎就没忍住喷了一口鲜血出来。原来萧炎为了躲避凤青儿的搜查，将古黄血精藏进了体内异火之中，这会儿已经到了他所能控制的极限。停下动作，萧炎立马利用琉璃连心火，以极快的速度将3滴古黄血精逼出体外。可还是有一滴已经开始化为磅礴的狂暴能量逼不出来了。那毕竟是斗尊级别的血精，所蕴含的能量之大，萧炎根本就吸收不完。因此在风尊者3人眼中，萧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大胖子。风尊者知晓萧炎情况凶险，但他不敢轻易出手，因为稍有不慎，萧炎就会变成被戳爆的气球。可眼看着萧炎的身体已经膨胀到了极致，风尊者还是没忍住，准备出手了。正是在此时，萧炎灵机一动，将吸收不了的多余能量输送进背后骨翼。只见骨翼逐渐生长，萧炎的体型逐渐开始变小，最终恢复正常状态。这一次意外可谓是因祸得福，不仅将萧炎那塑料骨翼升了个级，还得到了凤鸣龙音。穆青鸾看着萧炎这又是精血又是骨翼的，合理怀疑萧炎是不是击杀过一名天妖皇族的人。这事儿要是被天妖皇族的人知道了，那可不得了，是风尊者都会觉得棘手的程度。交代萧炎无好喽，又确定萧炎无事之后，风尊者迫不及待地问起了萧炎药老的近况。风尊者知道药老被害的真相后，一股森然的杀意自己体内暴涌而出，他要去发布通缉令，万里追杀韩风那个不懂感恩的弑父孽畜。药尘在他还是婴孩时就将他捡回来，养育他长大，还教他功法，他就是这么回报药尘的。风贤只恨自己当年没有早点拍死韩风。通缉令就不用了，萧炎闻言麻溜的就将韩风的灵魂体放了出来。韩风一见是风尊者，吓得扭头就跑，却被风尊者一招捏住了脖子。风贤很想灭了韩风，但他还有一些事情想问。韩风也在此时疯狂求饶，表示他是被魂殿的人逼的。魂殿这2字令得风尊者怔愣了许久。早前魂殿就想对药尘出手，但由于后者交友甚广，再加上炼药师身份的号召力，魂殿才没能得逞。后来都是韩风这个白眼狼。经过一番友好交流之后，萧炎他们从韩风口中知晓了药老被关押在何处。因魂殿分殿一般有2名尊老把守，风尊者计划先回星陨阁，暗中派人先去明城查探，防止魂殿将药老转移。这期间他集结一些可用强者，等摸清楚敌方实力后，就可以动手争取万无一失。萧炎则是想尽快得到3000焰萤火，提升实力。他打算和灵焰一起前往中州中央参加丹塔的丹会。知晓萧炎的打算，风尊者有些感慨，随后取出一枚星玉，让萧炎遇见解决不了的麻烦就摇人，只要将之捏碎，他就会即刻赶来。谢过风尊者后，萧炎就与灵焰赶往了丹塔所在区域。丹塔位于丹城，萧炎2人需要在拥有空间虫洞的城市中转好几次。知晓将会经过昔日老友柳琴的家族所在区，2人决定到时顺路去天皇城看看。此时的古族林老也为薰儿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没错，正是萧炎已经来到中州了的消息。闻言，先前还淡然修炼的女孩豁然转身，径直对着山峰之下行去。她的嘴角噙着一抹罕见的欣喜，步履坚决，没有丝毫的犹豫。吩咐下去，我要出古界。距离萧炎他们最近的一个通往中州中心的空间虫洞位于天风城。萧炎给自己换完装以后，就去天风城中最大的一处拍卖场中溜达了一圈，收获了3种收获。灵焰虽有些惊讶萧炎为什么会买这种甚至连斗气凝聚火焰都比不上的兽火，却没有开口多问。等萧炎买完所需物品后，2人赶往了天风城城中心空间虫洞所在。空间虫洞内，灵焰负责掌控空间船，萧炎则研究起了弄焰诀。弄焰诀经过地魔老鬼的改进，不仅不需要3人共同修炼，也不会再消耗人体内生气，但是修炼起来却是较以前难了数倍。
想要成功拧出一缕花生火的火种，必须经过3个步骤：集齐、锤炼、融合。集齐3种兽火并不难，但若是萧炎想要用来支撑施展毁灭火莲，就得不断的寻找各种兽火，将之锤炼后融入火种。锤炼对灵魂力量的要求极为苛刻，需要在一丝丝斗气渗透进去的同时，时刻关注着火焰的变换。而将本就相互排斥的火焰融合到一起，更是个危险活儿，一个操作不当就会自爆。好在锤炼这一关，萧炎平稳度过了，就是在融合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灵焰在唤醒萧炎时，差点被自动护主的一火给烧了屁股。不过好在这新兴一代化生火的火种，终于是被萧炎给拧出来了。有了这个小东西，萧炎的底气又充足了几分。丹域3000焰炎火，火来了！天皇城中大小势力林立，其中以2大家族为尊，一为柳家，二为程家。这些年来，空间虫洞的管理权便是不断的在柳家与程家之间转换。然而，并未有一方能够长久地将之掌控，只因空间虫洞的真正所有方是焚炎谷。焚炎谷掌控着诸多城市，柳家与程家只能够算作焚炎谷的附庸势力。萧炎在路上顺手收了2种兽火后的不多时，他与灵焰就抵达了天皇城。灵焰提醒萧炎遮掩一下容貌，免得被风雷阁那些不死心的人给惦记上。还有就是不要再次轻易使用天火3玄变。焚炎谷虽然不像风雷阁那般将斗技看得跟命一样，但被一外人使用，难免会心生不爽。知晓灵焰说的在理，萧炎也不打算过多停留，计划见过柳晴就走。没成想计划赶不上变化，本应是柳家获得空间虫洞管理权的时间，如今却因焚炎谷的最新命令被程家夺了去。起因是焚炎谷谷主想要炼制一味丹药，需要一些高阶炼药师去焚炎谷帮忙，就下了命令，若是谁能够寻找到高阶炼药师，空间虫洞的管理权便交给其家族，且此效维持3年时间。程家上头有人在柳家知晓这个消息之前，就已经找到了一名获得丹塔认证的6品炼药师。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得柳晴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虽说他柳家也有炼药师，但柳家最高的炼药师才5品，6品的更是见都未见过。稳住心神，柳晴请求前来传话的赤火长老能够通融，给柳家几天时间寻找6品炼药师。可是已经同程家穿上一条裤子的赤火长老并不打算给柳家机会，他以谷主的命令拖延不得为由，表示今天之内柳家请不出6品炼药师的话，便将空间虫洞的管理权交给程家。知晓这是故意刁难，柳晴很不甘心，可1天之内他又到哪里去找6品炼药师呢？将拳头捏得嘎吱作响，柳晴面色铁青的一挥手，转身就想带着族人离开。林燕的笑声却是在广场之外传来。柳晴，这可不像你啊，难道就这样放弃不成？见到来人，柳晴一怔，旋即叹息了一声，苦笑道：算了，走吧，你又不是6品炼药师，帮不了我。闻言，林燕却是怪笑了一声道：我的确帮不了你，但有人帮得了你呀。话音刚落，他转过头冲着天空上笑道：我说你要在上面待多久？只见一道年轻身影踏空而来，踏空而行，斗宗强者。柳晴抱拳正想说点客套话，那熟悉的笑声却是令他停住了动作。你是萧炎？闻言，柳晴身后的柳飞娇躯一震，他可是没忘记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柳飞眼神闪躲，萧炎却是看都没看他一眼，笑着询问柳晴近来如何。柳晴如今已经是7星斗皇的实力，比灵燕都要强上不少。萧炎一眼就看出来了，之所以这么问柳晴，一方面是真的想问问自从分别之后他过得怎么样，另一方面则是给柳晴递个求助的话头子。然而柳晴避而不接，反而问起了萧炎：来这里干什么？萧炎直说自己要去丹域，想着天皇城有着直达丹域的空间虫洞，就顺路过来看看柳晴。一听是为空间虫洞，柳晴十分豪迈地表示，这点小事交给自己便好。结果下一秒就被柳飞无情拆台。今日之后，空间虫洞已经该轮到程家掌管了，而他们素来看柳家不顺眼，你出去打点反而会被诸多刁难。柳晴黑脸，柳飞不敢再说。萧炎见状，转头看向柳飞，笑着接话道：怎么回事？需要帮忙吗？柳晴摆了摆手，上前揽住萧炎的肩膀，笑道：小事儿，一些麻烦而已。走吧，先回去。既然你来了天皇城，说什么也要好好招待你一番。柳晴欲往前走，萧炎却是不动，直视着柳晴。萧炎认真的道：
当初你跟我去加玛帝国时，我可未曾说过这种话。”此话一出，柳晴顿时就愣住了，与萧炎对视了好一阵后，才苦笑着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这里可不是加玛帝国，光是一个程家的实力，便是比云岚宗更强。他担心请萧炎出手会给萧炎带来麻烦。萧炎最听不得的就是这种话，雷山都杀出来了，为了兄弟，他会怕得罪程家？在柳晴说明整件事情缘由后，萧炎用行动表明这事儿他管定了。缓步踏出人群，萧炎拱手笑着表示：“柳家可还未曾认输，这空间虫洞的交接还请稍等一等，他要与程家请的炼药师比试一下。”萧炎的行为引起广场周围吃瓜群众一阵骚动，而身为当事人之一的曾修也是愣了愣，他可是6品炼药师，眼前这个小娃娃竟然大言不惭的要跟自己比试，看来不给这个小娃娃一点教训是不行了。于是曾修提议比灵魂力量，念在萧炎是晚辈，他愿让萧炎先出手，只要萧炎能够使用灵魂力量将自己击退，那么便算萧炎胜。萧炎也是个老六，明知自己的灵魂力量完胜曾修，还是一声不吭的先出手了。7品对战6品，结局自然是不用多说，只一招曾修就被拍飞出去将近数百米，生死不知。无数道目光呆滞地望着那倒在地上不知死活的曾修，一时间无人开口。缓过神儿的赤火长老不知想到了什么，忽然眼睛亮了一下，随后笑眯眯地冲着萧炎道：“小友实力超凡，天皇城空间虫的未来3年的掌管权将会归柳家所有，柳家只要每年按时将供奉送到焚烟谷便可。还不知道小友名讳？”不想暴露身份的萧炎微微一笑，自然答道：“炎萧。”闻言，赤火长老搓了搓手，表示：“如今空间虫洞的归属也有了结果，不知炎萧小友是否有时间去焚烟谷一趟？”萧炎是想要去见识一下焚烟谷的9龙雷罡火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还想将天火3玄变剩余的2变给搞到手，因此他顺势答应了邀请。在拜托柳晴帮忙找一下小医仙等人的消息后，萧炎就同赤火长老一起前往了焚烟谷。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